几位有事？大区这么大，是你家的吗？我们走我们的，你走你的，碍不了你走路。怪的大墟，我好像来过这里。昨晚风雨大作，吵得我睡不着。很多人房屋上空全都是水，就像是一片大海悬在天上一般。喊杀声从上空传来，老朽看到雷光在海里咔嚓咔嚓乱劈。还有人看到一位神王提着刀，骑着一个燃烧的圆球。天亮后，天上的水就不见了，但周围几百里的龙王庙被毁了不知多少，好多庙里供奉的龙神都被砍了脑袋。骑着燃烧的圆球是什么？如果原本的东海变成了陆地，海水消失不见，村民们说的夜晚大海浮空是怎么回事？白天的时候海水又去了哪里？他的分身收走，任我如何阻止，也无法撼动。只能看着渡铁世界不断瓦解。不要看他，目光与之交汇，魂魄便被收走。这便是神奇的威能吗？玛哈亚玛，是你。敢问府君，是否见过这些老人？见过。他们去了无忧乡，但是他们找寻不到那里，就要被困死了。我的分身准备去收他们的魂。赶请府君指点，无忧乡到底在何处？黑暗，丰都。那里并非是无忧乡，
真正的无忧香在哪里？你早知他会来此，你想故意害死我们？两位道长面生的很，仙香何处？天魔教主吹讯，不敢隐瞒。我们师徒来自星斗天罗门，在下赤云道人，是从罗星河罗门主，这是猎徒少元。当日天魔教在大香城将城中山传走，家师死在延康国师手中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杀不了国师，便来寻我报仇。善哉，善哉！叨扰了，我们也是过客，算不得打扰。能够带着如此巨大的异兽在黑暗中行走，恐怕他也是神桥境的至强者。小不点儿，大个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来教，小来师。你是说，大雷音宗的老如来教了你本事，而小雷音宗的小如来现在是你的师傅？这是怎么听懂的？原来是你，当日坏我功德的小魔头。小如来，这是你的真身。我弟，你放心，我有仇家来，不会动手杀他。哼，我的仇家到了。又来了一位能够在黑暗中行走的绝顶强者。小如来，你在深夜约斗，倒也有些情趣。灵景道人，原来是老剑神的弟子，你还向我借了2个丰都币呢，现在有钱还了吗？那2枚丰都币已经花光了。以后有钱再还也不迟。多谢。又是这个天魔教主的熟人，
大雪黑天，杀人好时节。小如来，咱们去远处一战。请。是灵景道人和小如来的神通，将黑夜中的大雪融化成雨。小红，我们走。今夜幽都府军又有游魂可收了，可惜没能送走龙娇男。他的确要比其他人机灵一些。天波城之战，他也逃脱了。大个子，连七星境的赤云道人都被你一击制服，你真厉害！浩空，他们打完了。战空，原来你的法号是战空。你跟着小如来修行也好，同为异类成道，他更好指点你。我家大人丢了，我还得去寻找他们，不能再此逗留了。这些是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有空就回家。胡灵儿也挺想你的。不知道小如来和灵景道人的战况如何？走吧，我们得赶在幽都府军收魂之前，找到婆婆和爷爷们。有血腥味儿。这家伙是大狗，不是龙麒麟。等等，他在四周布下了禁制，不准外人踏入。老剑神的弟子果真眼界不凡。我受伤了，未免被异兽冲撞，在这四周布下了封禁。我颇通医术，是否需要帮助？有劳。老剑神的弟子果真眼界不凡。我受伤了，未免被异兽冲撞，在这四周布下了封禁。我颇通医术，是否需要帮助？
剑神弟子在医术上竟然还有如此高明的造诣。小道友，你做我徒弟可好？你跟在我身边也可保安全。你放心，老剑神虽然强横，但我能教你的东西也是不差。我是天圣教的教主圣师，不能拜入你的门下。我原本以为高你一个辈分，没想到竟然是平辈的师兄。灵景师兄客气。你的伤势虽无大碍，但想要根除隐疾，还需要调理一下。若不是老剑神当年斩断我一根手指，小如来哪里能够将我重伤？不过他也受伤极重，没有神医在身边，估计苦熬2、3年才能痊愈。这家伙当年没当上如来，心中不忿，觉得一切皆因他是妖族，自此孤僻得很。对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大墟深处行走？老剑神呢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我村里的大人们困在黑暗里了。这么说，老剑神和天魔教祖师这2个老混球，竟然把自己弄丢了。这个铁匠，前阵子我曾与他较量脚力，他一句话都不说，脾气怪得很，速度却很快，本事不比我弱，这样的强者很难得，我竟从未听说过他。这是我们村的哑巴爷爷，师兄知道他往哪里去了吗？我奉丰都王之命，巡视大墟中的禁区，他便去了其中一处禁区，那里很是凶险，我还看到了幽都府君的分身，就没敢进去。幽都府君说要去烧走婆婆和爷爷们的魂，那个禁区就是无忧乡吗？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无忧乡，不过那个铁匠大概是从神龙谷的方位往西走了。连灵景师兄这样见识广阔的人，都不知道无忧乡。师兄可否带我再去一次死者生界？你救了我一次，我便帮你这个忙。不过你修为太弱，即便出卖自己的魂魄，也未必能打动丰都王。我并非想寻丰都王，而是……这就是村长爷爷提起过的月亮船，与我与无忧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艘船仿若神造物。无忧乡，无忧乡，你是无忧乡的人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借船出行，去禁区寻无忧乡。无忧乡，无忧乡，我不是叛徒，我只是逃跑了。他们的死不怪我，不怪我。我来过这艘船，这里除了这个疯子，没有其他东西。这些柱子我也检查过，没什么异样。
小子，以你的修为，驾驭不了他，反而会被吞噬。但这艘船最美与佩都来自无忧香。如果我体内流淌着无忧香的血脉，或许……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什么？月亮船竟然会回应他？他是沐月者？不，除了船里的月亮手，其他沐月者早就死绝了才对。六合，七星，天神，生死。公子又要神化了，这是什么星君的形态？还没见公子用过。是月亮船将神力注入到他的体内，为他强行开启神藏。可，哪怕是沐月者，也无法容纳月亮船的可怕能量，只有沐月者中的特殊体质才能承受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
桥神藏，难道是完整的？即便是我和老剑神这样的神桥境，进入死者生界也会显露白骨，他如何能彻底恢复血肉？他替代了最后的沐月者，成为新的月亮手，一尊活着的天神，连死者生界的规则也无法左右他。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地道。月亮船这种神造物，需要极为高深的道法神通，不是普通文明便能制造出来的。我真的要入侵这样的世界吗？但这样的高度文明，居然也被摧毁了。那是怎样恐怖的一种力量！月亮船的反噬开始了，操纵这艘船越久，耗费的生命力越多，得抓紧时间。多谢灵井师兄一路相助，我要去禁区找我家大人们，就此别过。教主，请。飞起来了！不好，丰都神奇们都被惊动了。灵井见过赤袖神人。灵井道人，丰都王有请。敢问，可是与月亮船之事有关？哼，丰都王不曾接纳过月亮船，不会搭理他。玉佩的反应好强烈，莫非他感应到了无忧香？这个方向，不就是灵井师兄说的禁区？无忧香，果真就在禁区里。
这么多魔！看来那些魔怪也知道怕了。魔怪狡诈的很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来了个厉害的家伙。我是加隆罗。那是大鹰之气凝成的神焰。连太阴神力也任他施为。等这小子放了我之后，我绝对不会入侵这个变态的世界。神焰损耗的生命力太多了。公子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快抵达禁区附近了。无忧像随时可能出现。
是无忧香。这个世界的文明究竟达到过怎样的高度？不太对劲，这个无忧香为什么是支离破碎的？无忧香已经彻底毁灭了，就像曾经的都天世界一样。摧毁这个文明的会是什么？可是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神人在替无忧香的陛下传旨吗？他们不是还在打仗吗？难道战败了？无忧香不存在了。不，我此次不是来寻找无忧香的，是为了寻找我的家人。这要怎么进去？那些石像，多半是婆婆和爷爷们搬来抵御黑暗的。即便没有月亮船护体，他们亦能背着石像横穿黑暗，从魔怪中杀出一条血路。居然藏着一条通道，那是马爷的权益，婆婆的神通，龙爷的笔墨。看来他们就是从这里穿过屏障，进入禁区。屠爷爷的刀光，村长爷爷的剑意，应当会造成大范围破坏才是。婆婆、爷爷们，我来带你们回家。不对劲！小子，多谢你探路。
被封印在镇阳宫的那尊魔神。哪来这么多魔？终于带我找到无忧香了！从今往后，这个世界便是我们的了。黑他，杀！公子，不拦住他们吗？不急。孩儿们，占领无忧乡！那些符文是神语。神语似乎凝成了一种禁制，是在防止外人闯入吗？难道婆婆和爷爷们的神通就是被他限制了？多谢你探路。中计了，孩儿们，冲！不对，这道禁制不止在防外面的人进去，也在防止里面的人出去。他想躲进自己开辟的极乐之界，免受袭击。不过，连村长爷的神通都会被禁制所束缚，那么他……一尊魔神就这么魂飞魄散了？这个伪日的禁区有没有必要这么凶险？谁布下的禁制这么恐怖？神。他想躲进自己开辟的极乐之界，免受袭击。不过，连村长爷的神通都会被禁制所束缚，那么他……一尊魔神就这么魂飞魄散了？这个伪日的禁区有没有必要这么凶险？谁布下的禁制这么恐怖？神，禁区里面不是无忧香吗？这里有神。原来无忧香是神住的地方，难怪能让神人给天王神像传旨。如果布下禁制的神不是无忧香的人，而是无忧香的敌人呢？你发现了什么？那些魔的死亡，验证了我的想法。普通禁制都是防备外敌，但这片禁区却是无论进出，是要让每一个闯入或者逃离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，禁区是座双向囚笼。那个神
不只要让无忧乡无人可治，更要确保无忧乡无人可逃。谁这么狠？这样的手段，在大虚也出现过。这是传下神谕封锁大虚的神奇留下的禁区，就像他惩罚大虚一样，他在惩罚无忧乡背后的力量。说不定，警告严康的这场天灾，也与他有关。啊，那这条路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应当是无忧乡里的人为了逃出来，强行开辟出了唯一的一条生路。月亮船太大了，只怕会误触这条生路之外的禁制。脱离船柱，深桥，生死，天人，六合深藏，又封闭起来了。公子怎么了？被月亮船吸走了一些生命力而已，无妨。颜晶晶一直生活在太阳船上，损耗的生命比我多太多，真是难为她了。魔王答应过帮我寻人，该实现你的承诺了。哼，你想利用我来探路？你是伟大的都天之主，眼界见识比我高明了不知凡几，只有你才能带我走进去，也只有我平安的出来，才能将你放回都天世界。魔王若不放心，我可以立吐蕃之约。不用。若是立了吐蕃之约，我就不会信你了。你立下的不会是承诺，一定是算计。倒不如一句口头约定。魔王真是我的知己。哼。不要耍花招，否则你也会被困住。哼，我懂，叫你这胖狗缩着。这条生路是从里向外开辟出来的，从外向里走，便需用空间束束
你推乾坤巽阵砍离更对方位。千万不能走错一步。跟紧我。魔王在术数上的造诣也是极高啊。废话，学不好术数，许多神通都只能学会其形，得不到真传。能教我吗？我有册太玄算经，至今还不曾研究透彻，用卦象来运算很是棘手。你把八卦图当作算盘，建立一个计算阵法，阴阳就是2进制，四象就是4进制，阵法交互演变，即可进行动态计算。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，岂不是可以用49个阵法同时计算？好了，别跟我说话，万一计算错误，大家都玩完。别分心，看前面。前面是安全的。这是哪儿？这里埋葬的都是吴幽香的人吗？奇怪，墓碑上怎么一个字也没有？这些墓碑上都是空白的。或许他们要隐藏什么秘密，一个哪怕带进坟墓也必须抹去姓名的秘密。那里是吴幽香居民住的地方。天上的破碎宫殿和城池又是什么？构造和这些屋舍截然不同，倒像是某种机库。这个炉子和雅爷的好像。公子，这是你的家吗？该走了，此间事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们这鬼日的世界，我是一天都不想多待下去。走吧。这么多人，他们究竟被困了多久？
问题。没日没夜关在这个鬼地方，怎么打算烂在这儿发臭吗？要死了！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老娘都被你们连累了。婆婆，魔王，他在那里。折叠了108个空间，108面神镜。老子的腰都快断了，你们休息好了没有？下一面神镜就要来了。我老了，身子骨不如从前了。婆婆年轻，让她上。夫人，你的法力快耗尽了，把身体让给我。死开！四老太婆的心魔似乎越来越强了。聋子，聋子，快到这边来！这么打不是办法，得想辙子出去。没用，神镜就像神的头子，只是这个头子不是6面，而是108面。我们就在头子之中，转到哪一面，哪一面的神镜便会发作。不过，马爷和瘸子有时会与我们凑到同一空间，聋子偶尔也会被打到这里，说明这道神镜的中枢运转了太久，在数理上已经有了偏差。别废话，直接说神剑要怎么破解？布下神剑的那尊神，在运算时只计算到小数后的瞬息，没有算到最小数。这个神剑在运行一段时间，便会自我崩塌。那么，它要运转多久才会崩塌？24000年。怎么样，能破解吗？布下神镜的那尊神为了省事，没有计算到小数后无穷尽的地步，留了些破绽。神镜运转到24000年后就会瓦解。等不了那么久，一定还有其他破解的办法。怎么样，能破解吗？布下神镜的那尊神为了省事，没有计算到小数后无穷尽的地步，留了些破绽。神镜运转到24000年后就会瓦解。等不了那么久，一定还有其他破解的办法。还有一个法子，108面神镜，看起来只有108个空间，实则有109个。太乙神术推算，除开36天罡，
和72地煞的空间方位。藏起来的那个就是神境中枢，卡住中枢，神境便无法运转。这个空间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？神境的运转竟然卡住了，难道有人在外面救我们？咱们几个都困死在这儿了，外面哪还有人？总不会是木耳吧？我好像听见木耳的声音了，是木耳，是木耳，没错。木耳，别靠近这里，你根本扛不住神境的威力。夏爷爷放心，我请来了一位高手。我听见婆婆他们的声音在砍位。你有什么不用的宝物，结实一点的，我扔到第109个空间之中。神境运转时，便会向齿轮中多出一个齿轮，自动卡死。这些都是我从罗兰黄金宫捡到的，有能用的吗？这宝贝不错，你小子的运气逆天呐！难怪我算计不到你。这股能量不是针对我们，而是四下喷涌，还可以应付。一把年纪了，还不让人省心。墨儿，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也敢乱闯，胆子太大了。有没有受伤？木儿，你离四老太婆远一点，可能在那个封闭空间里关太久，她快压制不住心魔了，不知何时便会被厉天行控制，千万小心。他是我圣教当代教主，我又如何会害他？滚回去！
莫儿，你这个铁疙瘩还真有用啊！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他是都天魔王，都天世界的最高主宰，我请来搭救你们的。哪里弄来的？上次见你还没有这个铁家伙。魔王在计算方面的造诣极高，在破解神境上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你小子的处事终于练得下，虽然心肠坏、手段毒、心眼多。这是我收养的龙麒麟，以前是祖师的坐骑。圣女大人，有见到老爷吗？村长爷爷他们呢？我眼神好，这才追踪药师和村长他们留下的线索，寻到此地，没有遇到哑巴。药师和村长在一起没有大碍，还有祖师和执法长老跟着，只是我们也没有见到哑巴。这家伙做事一声不吭，想干什么事都不跟我们说一声。他一个人估计很难支撑。墨儿，这么危险你还寻来，难为你了。你们不回家过年，四处乱跑，跑丢了怎么办？我当然要出来找你们了。你们别再乱跑了。村子里的人没有到齐，便不算团聚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拖也要把他们拖回去。魔王，你来带路。出发，找人。跟紧我。这么快？我的神眼都尚未窥破门道，这个魔王在术数上的造诣很是高明。悬崖的峭壁上居然长了片一模一样的森林，树木又怎么会与地面垂直？脚底有一股吸力，牢牢拖住了我。哎，仿佛就站在寻常地面之上。这里的地磁原力被改变了。我们似乎是站在一个立方体上面，每个立方体都折叠了千百里的森林空间。那么，立方体的尽头会是什么呢？从地理上看，就像千百个高低不同的立方体拼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心球，而空心球的中央似乎是一个破碎的遗迹。难道就是无忧乡？封印比我想象的更复杂，是千百个立方景致组成。
方体的每一面都是正面。他们将无忧香封印在核心处，并且控制了此地的地磁原力。哪怕延康国师这种存在，也想象不出世间还有此等神通吧？这种大神通非同小可，将整个无忧乡都笼罩了。唯一的出口，恐怕便是我们来时的路。村长和祖师神通广大，应该已经进入那里了。空中的禁制不少，很难避开他们飞进去。我尚且需要30-50年才能算出生路，若我真身在此，则缩短至1-2年。倘若他们试图飞入那遗迹，多半已经死了。你少诅咒村长爷爷了。不是我在诅咒，神通广大到诡异的封印，被规则笼罩的诅咒之地。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太艰难，以后你就是请我来，我也不会来了。这个世界太变态了。村长一定还活着，他认真对待的事，就一定能办到。等一下，你们看，无忧乡的整体形状像不像一艘船？瞎子好眼色。这太阳似乎是个被打破的巨大丹炉，是用来做动力供给的吗？天空中的宫殿、城池，又是船的什么部位？掌舵台还是总控阁？这轮太阳是这艘船的能量来源，那是一口大到难以想象的丹炉。可惜啊，其他建筑残破到无法辨认了。如此宏伟的奇迹，竟也被毁灭。无忧乡无忧无虑，又何须目的地？有了目的地，它就不是无忧乡。倘若这艘巨船不是无忧乡，又将驶向何方？真正的无忧乡，真正的无忧乡又在何处？哦，是爷爷们和祖师。这行径路线，正是我说的那条需要几十年才算出的生路，分毫没错。哎，祖师，村长爷爷，你何须抱他？他明明可以自己飞下来。唉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哑巴，你是怎么带村长他们出来的？看来哑巴不想说。哑巴，藏这么多秘密，迟早憋死你！哼！神奇了，回家。去，我说过了，不要你了。别蹭过来，我抱不动你了。祖师你养的这头猪够肥了，过年可以上桌分了吃了。少来打他的主意。你小时候见到龙麒麟就贼眉鼠眼。你们不知道，当年我遇到他时，他和猫咪一样大，在我这儿骗吃骗喝，不知不觉就这么大了。一路上天魔教主也喂了不少。
你们过分宠溺他了。木儿，我们没有深入，里面太凶险了，只在外围转了转，差点死掉。好在有哑巴在，才安全退出来。不过，我们获得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这里不是无忧乡。好消息呢？我们终于知道你的姓氏了。药师，把东西给他。你姓秦，那座城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村长让我搜集来一些。你看看上面的字迹，是否与你玉佩上的相同？我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坟村遗迹，一户人家家里有秦字相关的物品，我以为那是我的家。感行则乱，这衣裳上的秦字，果然与我玉佩上的有些微不同。或许，这个村庄并非你出生的地方。莫尔，你的父母可能还活着。我还寻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。现在给他合适吗？我寿元不多了，现在不给他，何时给？这镜子是通往无忧乡的路线地理图，我们在那艘船上找到的。你别看了，镜子已经被我封印。等到你能破解封印的时候，才会看到其中的路线。那里太凶险，我不想让你现在便去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该解开的秘密也解开了，余下的事只能留待以后再来探究。虽然过了除夕，回村这顿团聚的年夜饭还是要补的。好。哇，好大的船啊！木儿真是出息了。木儿化身月亮手，神桥神藏居然是连通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可是好宝贝啊！弄回去肯定能值不少钱。死瘸子，就算你能弄走，你想把它放在哪里？放村子里，我打瘸你的腿！他们大部分都是手脚健全之人，尤其是那个叫聋子的，听力好得很。你那村子为何叫做残老村？我虽然已经帮屠夫爷爷找回了下半身，帮瘸爷爷和马爷爷缝合了断肢，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走出内心的困境。村长爷爷、婆婆、药师爷爷、龙爷爷、哑爷爷，还有虾爷爷，他们也都被困于内心的阴霾之中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婆婆和爷爷们摆脱这种困境。
真不错。来来，丰盛啊！哎，终于忙完了，多吃点。味道不错，饭了。来饭啊！好酒啊！听到没有？真丰盛啊！这才不错。来残老村40年，第一次过年这么热闹。是啊，真是。来，干！这老家伙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魔王，走啦。大虚中还有无数秘密，临死前能看一看、寻一寻，是一件快事。圣教主不必送了。我已经帮你找回了这些老家伙，小子，你该兑现承诺了。这家伙是个好帮手，留下来肯定能帮我偷更多东西。小子，莫非你要食言？都天魔王，你自由了。算你言而有信。都天与这里是两个世界，今日一别，你我也许永不再见。毕竟你们凡人寿命短暂，等我想起你时，说不定你已死去千百年了。我可以经常联系你。吊鬼遣神符自令，我还是懂的。联系我？哼，你是想学幽都魔语吧？好读懂你那卷书中的文字。学无止境嘛，你若得闲，也可以亲自来教我。都天魔王老师。你们这个世界太危险，换我来我也不来了。我回去之后要寻找另一个能让我的子民活下来的新世界，永不连线。将来的事，谁说得准呢？木儿长大了，交的朋友也多了，连都天魔王这样的异界魔神都能为他所用，还真有点当领袖的潜力。木儿的确很有胆识，把我们这些老残废从大虚禁区里救出来，这种事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不只是这样，他帮屠夫、马爷、瘸子恢复身体，这对他们3人的帮助有多大，不言而喻。天魔教的年轻教主，
无忧乡的孤儿，木儿身上背负的东西很多，或许再加一点我的担子，也不至于受不了吧？莫非你？我时日无多，也该把担子传下去了。木儿，你过来。村长爷爷，少师爷爷。木儿，去我房间的床底下取一件东西来。被村长爷爷扔在床底下，定不是什么稀罕物。这是人皇印，是第1代人皇留下来的，咱们这一脉的至高圣物。今日我收你为弟子，将我的担子托付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下一代人皇。人皇？皇帝？人皇不是高高在上，没有权利，只有责任。啊？人皇不是让你统治天下众生，也不是让你掌控霸权，肆意征战杀伐，降服不臣。人皇是一种心境，是一种道义。村长爷爷，咱们这一脉还有其他生物没？人皇印给你了，你就是这一代的人皇。这么简单？咱们不是门派，也不是国家的皇帝，就是一种传承，代代相传。每代只有一个人，往往是寻找当世最聪明、悟性最好的人来做人皇。唉，这一代最聪明的人是严康博士，不过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，很难接受我的传承和责任了。唉，我懒得往外跑，思来想去，只有你还马马虎虎。村长爷爷，别勉强，我觉得你还能找到更好的。哼，出门一趟，胆子大了不少，敢冷嘲热讽了？你是嫌人皇麻烦，没有好处，不乐意做是不是？你做不做人皇？做，我身上的脏活累活已经够多了，再多一个人皇也算不得什么。不知多少人求我将传承留给他们，我都不留，你竟有胆子嫌弃？没有嫌弃，就是觉得只是个名头，没啥用处。村长爷爷将剑法传给我就好，人皇这个名头，要不您给别人？你说他有没有嫌弃？做人皇很丢人吗？越来越胆大包天了。你们爷俩慢慢聊，我去看看我的虫子。说实话，你还真不是做人皇的料。我实在懒得出门，否则一定会寻到一个比你更出色的少年。我霸体，谁能比我出色？你村长爷爷别生气，我不乱说话了。唉，既然你自认为是最出色的，那人皇这传承也非你莫属了。你记住，咱们做人皇的只有一个责任：罚神、罚魔、罚天。是神的归神管，是魔的归魔管，是人的归人管。凡人之事，神魔如果插手，就将他们的手砍下来；神魔如果出头，就将他们的头砍下来。等你足够强大，便有更多的责任去罚神、罚魔、罚天，杀到天上去。木儿，你记住，等你足够强大，便有更多的责任去罚神、罚魔、罚天，杀到天上去。你回来！
你是这一代人皇，岂能不知道咱们这一脉的宗旨？咱们这一脉还有一个人皇殿，有空的话你去转一转，里面有历代人皇的丰功伟业。作为师傅，我会将我的剑法传给你，你能领悟多少便是多少。不过，你如果施展出来被哪个神魔见到，他肯定会出手将你抹杀。别跑了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我当年也没有跑掉，稀里糊涂便继承了这个传承。村长这老家伙，伯伯，救我！终于舍得将他的传承交给木耳了。你看，木耳高兴得快哭了。伯伯，救我！我听到他在喊救命。能得当年天下第一人剑神的传承，木耳自然兴奋得语无伦次。剑图第一招剑履山河，你已经学会了。来，我以5曜境界跟你对拼一招，看看你这段时间有没有长进。村长爷爷，您若败在我这一招之下，我是否可以不做人皇了？好，你若胜过我，我将人皇印带入坟墓。村长爷爷，小心了！再来！我将村长爷爷教我的剑履山河与延康国师传授的3招新剑式结合，本以为能轻松战胜5曜境界的村长爷爷，没想到，我想把剑履山河改良得更完善，但无论怎么改，都赢不了村长爷爷。这不只是一场比试，更是一次对剑法的磨砺。这一招落日剑法我只练过几次，但这次发挥出来的威力却惊人无比，像是禁言了110年之久一般。木耳，你改良剑法的想法很好，但眼界不如我高。只要一改，便会有破绽，改得越多，破绽越多。不过，对剑的理解越深，便越有可能跳出剑术剑法的桎梏。
而近乎道。起来吧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第37代人皇。在跟木尔比试的时候，你耍诈了。嗯，我哪有？你的剑法极为损耗元气，5曜境界最多可以施展3次剑履山河。你刚才用了7次吧？哼，我的元气之雄浑是你不可想象的。我控制元气可以施展出4次，每次都用最少的元气。不过木尔的元气也的确雄浑，本以为他与我差不了多少，不料他像是个大水缸，你只是个水桶。他在灵胎境界能够比我深厚倍余，但是在5曜境界便不可能还深厚这么多了。我在5曜境界没有任何短板。那木尔呢？他也没有任何短板。你看出来，但别说出去。唉。我听说，人皇印牵扯到一些古老的传承，有些传承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。有些圣地就是人皇创立的。那都是不知多少年之前的传说了。现在人皇印就是一个黑铁疙瘩。我还听说，人皇印比皇帝的玉玺还管用，可号令天下群雄。你让木儿拿出去招摇一下，看哪个门派会听他差遣。你明知这件事很危险，为何还要把人皇印给他？这是责任，也是重担。担子传到我的肩头，我担不起。于是我被斩断了手脚。但是这个担子总要有人来承担，我不能将担子撂下，随我一起扔进坟墓里。有些事情，即便明知道危险，也需要有人去做。做了，有可能失败，有可能丧命，但总归有一线希望。好在木儿这次回村，眼界提升不少。我们可以传授他更高深的东西了。一剑开黄，血汪洋。山河在，心茫茫。左右环顾，故国不在，人属旧庄。剑图的第2式叫做剑出开黄，你领悟起来虽然吃力，但还可以学会。在往后的剑士，以你如今的眼界见识，就算教给你，你也学不会，用不了。先行记住便是。村长爷爷说，剑图并非是人皇殿的剑法，而是他自己开创的，共有8招。一个境界1招，从灵胎到神角，怎么算都是7个境界。难道那第8招是神的招式吗？木儿，想什么呢？让瘸爷爷看看你有没有退步。
可是我走。四老太婆，轮到你传授木儿功夫了。四老，你觉得我美吗？不好啦！瞎子快来呀！四老太婆恢复真容了。我下不去手啊！你看不到她的容貌，你来镇住这小妖精。瞎子，瞎子，你是厉教主，还是司老太婆？当然是厉教主这变态，司老太婆镇不住他了。迎娶夫人前，我便意识到。我配不上这样的家人，非但我配不上，这世间任何臭男人都配不上她。但我还是决意娶她。我知道她不乐意嫁给我，只是师命难违。我也知道她准备在洞房花烛夜杀我，我乐意让她杀了我，因为我太羡慕她，我并非是想要娶她，而是想要成为她。她杀了我，我成为她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厉教主，你忘记你曾是男人了吗？死瞎子，你眼瞎心盲，根本不懂做女人的好处。别想拦我，凭你也拦不住我。我要走了，我要作为女人再活一世。厉教主，你有些变态了。咱们同为天圣教的教主圣师，我不齿你的为人。再聒噪，妾身杀了你，重做圣教主。这么美丽的女子想要我的命，那我也……不对，那是婆婆。呸！那是厉天行厉教主，一个糟老头子。夫人的修为太差，否则我不会比你逊色，只会比你更强。用村长爷爷自创的剑法很难打败他，到底要如何改良才能取胜呢？
雅爷爷悄悄给了我一枚剑丸，让我用它跟村长爷爷比试。应该是雅爷爷将玄铁、玄金中的铁气、金气提炼出来，取其气，弃其形，便能与我的拳法、刀法、剑法融合施展，毫无滞碍。雅爷爷说，用这枚剑丸可以把武妖境界的村长爷爷干掉。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村长爷爷没有用武器，我也不能用。